穿着一袭白裙，安静地坐在车窗边，长发微卷，眼神温柔。所有人都说她是 A 市豪门陆家的失踪多年的大小姐陆婉宁，一个乖巧、文静、柔顺的名媛少女。但没人知道，她的灵魂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冷血、无情、精准、冷静的杀手，代号血玫瑰。5年前，她在一场被陷害的任务中死亡。5年后，她以失踪大小姐的身份重新归来，整座城市都在为她的回归而震惊。而她回来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名利，不是为了爱情，而是复仇。陆婉宁并非一出生就是杀手，她的童年满是创伤，被拐、被囚、被训练，在一个秘密组织中长大，那里的导师只教她一件事：如何成为最完美的工具。没有名字，没有感情，只有任务和精准的杀戮。她学会了10几种格斗术，能在黑夜中用一根钢丝取人性命。她被称为血玫瑰，一旦出任务，从不失败。直到那一夜，任务失败，她被组织抛弃，重伤坠入江中，却意外被陆家人发现，认作了失踪多年的女儿。从此，一个杀手的灵魂住进了名媛的身体。重新成为陆婉宁的她，学会了微笑、鞠躬、礼仪、音乐、插花，从血与火中走来的女王，竟扮演得如此完美。她在名流圈中风头无两，温柔大方，气质卓然。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天使，却没人知道，她只是在等待复仇的时机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次出现，都是她布下的一颗棋子。她不再拔刀，而是用智慧、微笑与美貌玩弄权力，潜入敌人的世界。她是沈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沈修言。冷漠、狂傲、偏执，掌握着黑市的一半命脉，人称黑夜之王。他向来不近女色，却在一个舞会上被陆婉宁那一抹安静的笑击中。你是谁？沈修言盯着他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我好像想要了解你。他礼貌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，心中却多了一个念头，这个男人是他计划中的变数。沈修言并不轻信任何人，他开始调查陆婉宁，却查不到任何陆婉宁失踪5年的线索。他的兴趣转为执着，他不信一个少女能把自己伪装得天衣无缝。于是，他用试探逼近她，在酒会中逼问她过去，安排人跟踪她，甚至亲自制造偶遇来观察她的反应。然而每一次，他都失败。他太稳，太干净，太无害，越是这样，他越着迷。陆婉宁开始有意地靠近沈修言，他用最温柔的声音与他谈理想，谈人生，甚至让他误以为他是唯一一个懂他的人。沈修言逐渐沉沦，他为他打破自己的底线，甚至在一次刺杀中为了他受伤。他说：陆婉宁，如果你是陷阱，那我甘愿被你吞噬。他的心却开始动摇。他不是没有感情的工具吗？为什么他的一个眼神会让他心跳失控？就在两人情愫渐深之际，一段录像被神秘人放出，陆婉宁曾在东南亚执行任务的视频，动作凌厉，手段冷酷，正是血玫瑰的手法。一夜之间，她从白月光变成恶魔女。媒体、家族、沈家全体哗然。沈修言愤怒：你骗了我！你到底是谁？陆婉宁却淡淡一笑：你不是早该知道，我不是谁，只是你爱上的，是一个你永远无法掌控的女人。沈修言陷入两难，他的过去令他恐惧，但他的真实也令他敬畏。他开始反思，他真的在意他的身份吗？还是只是不愿接受自己已经沦陷？而陆婉宁呢？面对愤怒、质疑与背叛，他本可一走了之，却一次次回头。他不再是工具，不再是复仇的机器，而是一个也会心痛、会悔恨的女人。陆婉宁决定离开，但沈修言却找上门：你可以走，但你要完成一个交易。他提出让他做自己贴身顾问，直到查清那段录像的幕后真相为止。两人再次贴身接触，一边斗智，一边斗心。是利用还是情感回流？一场看似交易的旅程，最终谁输谁赢？真相浮出水面，原来当年陷害陆婉宁的
并不是他的敌人，而是他最亲的姐姐陆婉柔，那个一直装作柔弱的替代者。陆婉柔联合组织，用陆婉宁当作牺牲品，好换自己回陆家享荣华富贵。而幕后操纵者正是沈家一个长辈。沈修言震怒，陆婉宁心碎，两人联手，终于揭开5年前那场背叛的全部真相。当一切尘埃落定，陆婉宁说：“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，你还要我吗？”沈修言走向他，深情凝视：“我爱的是你，不是过去的你，不是伪装的你，而是现在的你，那个即使身陷地狱也能优雅转身的你。”陆婉柔拒不悔改，组织残党袭击沈家。陆婉宁再次出手，以昔日血玫瑰的身姿守护她的爱人。刀光剑影中，他护着沈修言，一步步走向黑夜的核心，斩断所有旧恨，也斩断了自己与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。经历数场生死之后，陆婉宁终于放下杀手的过去，她第一次不再惧怕夜晚。沈修言也不再冷酷，他卸下黑夜之王的盔甲，成为他身边最温柔的依靠。他们离开权力漩涡，选了海边一个静谧小镇，过起简单却真实的生活。他每天为他做早餐，他每天为他浇花。他们一起看日出，听潮声，彼此眼中只有对方。夜晚，他轻声在他耳边说：“这一生，我只愿守你一人。”他看着他眼底的柔光，忽然明白，原来黑暗里也会开出希望的花。从地狱归来的他，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，而他也因他看见了光。有人看到沈修言深夜去药店买孕检棒，也有人看到陆婉宁在海边呕吐，全镇人都在偷偷猜测，他们是不是要当爸妈了？果不其然，几个月后，陆婉宁微微隆起的小腹被拍下，登上热搜，粉丝炸裂，女杀手要当妈妈了。而沈修言宠妻程度更是突破天际，每天为她做产检餐、散步、陪睡，甚至一度打掉了跟公司所有高层的会，只为了陪她看胎动。有人问他：“沈少，你甘愿为一个女人这样？”他只回一句：“她曾为我挡过子弹，我为她放下世界，不算什么。”甜是他们的日常，孽是过往的记忆。他们的未来注定是带着伤口却充满希望的星光之路。陆婉宁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过去，而是能够用伤痕绽放微笑。他曾在黑暗中行走，沾满鲜血，却依然选择拥抱光明。他可以杀人不眨眼，也能温柔拥抱一个孩子。你以为她是乖乖女？不，她是地狱开出的玫瑰，带刺带泪，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。沈修言同样如此，一个原本冷血无情的男人，却因为他选择良善，选择守护，甚至选择从黑暗中自我救赎。他们用爱情、勇气、宽恕写下一段传奇，不仅惊艳了所有人，也激励我们。无论你曾走过怎样的深渊，只要你敢于面对自己，就有资格迎来属于你的黎明。